英国据传有吸血鬼的墓地，如果你想参观，在这里晚上是绝对禁止进入的。Hello everyone， 我是继续说书人。在影片开始之前，帮助我们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感恩感恩。建于1839年的海格特公墓，曾经是许多人向往的一个安葬地。当时许多人都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能够在死后入住海格特公墓。所以呢，到了20世纪初，这里已经成为了饱和的状态。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因为德军轰炸伦敦，整个海格特公墓也被炸得面目全非，许多墓室严重损毁。所以在战争结束后，这里就变成了一个乱葬岗。当初的辉煌也只剩下断垣残壁。而政府也因为不愿意维修这边，就一直任其荒废，一直到今天。标准的哥德式这种鬼屋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欧美的墓园，它白天看起来都很漂亮，可是晚上进去的时候就超恐怖。墓园晚上哪一个地方最恐怖？就是我之前在澳洲打工的时候，就是骑车经过都会经过一个墓园。对，然后因为他们都会有那种很漂亮的花园，还有一些果园在，放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这里好像就是住的很舒适啊，舒适。然后晚上骑车回去的时候就，大家晚上去墓园都这样。对。那自从海格特公墓荒废后呢，居住在周围的人也纷纷都离开了这里。所以呢，渐渐的这里成为了一个黑暗之地，许多黑魔法的修炼者、邪教组织、犯罪分子都通通来到了这边，甚至发展了成为一个著名的自杀以及弃尸地点。一直到60年代，本来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海格特公墓，由于被发现经常有人在凌晨之后频繁出入，不久之后呢，便传出有人在那边进行宗教的秘密仪式，试图召唤邪神的传言。从此之后，这座失落的公墓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名曾到海格特公墓祭拜亲人的老妇人说，她在那边之前有看到一群身穿黑袍的人围在同一个墓碑前面，并用让人听不懂的语言大声进行诵读，就像是在念某种咒语一样。甚至有的时候还发现自己被奇怪的人跟踪，因此这名老妇人相信，确实是有人在海格特公墓里面进行一些秘密的宗教仪式。这也太可怕了吧！如果正常在路上遇到吓爆就一群人这边大声这样。如果是在台湾的墓园，如果好像台湾不太会有这种。没遇过，对，没有，但是还蛮多，就是奇怪的公司可能会在外面还说什么早安什么之类的，那个就不太一样，我觉得感觉有点落差。我们做得到之类的。后来随着海格特公墓的各种传言四起，英国的神秘学协会以及英国吸血鬼研究创始人的 Sean Manchester， 还有英国通灵协会的创始人 David Friend， 他们便一起深入这里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一些墓室确实是被人为所破坏，甚至还有一些墓穴感觉是不久之前才刚被破坏的。而且令他们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只要被人为破坏的墓穴，里面的尸骸都会不翼而飞，而且棺材的周围还会被血液写满神秘的咒语以及宗教符号。此外呢，来到海格特公墓调查之前，法兰特也收到了2封曾到海格特公墓里面探险人寄来的信，而信中呢都不约而同的声称说，他们在那边有看到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影，并且在其中一个探险者还描述说，他遭到了那个黑色人影的攻击，他看到他的时候，感觉全身都无法动弹。长腿叔叔。上次那个，那为了进一步探索海德特公墓里的超自然现象，在1969年的12月21日，法兰特独自一人前往这里调查，并且决定在那边过夜。这个是一个节目吗？就是对他们有拍成节目，一个电视节目，特别去钻研这件事情。因为正常人不会想做，太可怕了。试胆大会，对，而且是在寒冷的冬天，12月21日，有点像台湾的一些综艺节目会播一个，然后我们去鬼屋，对，然后就会有那种很正的女生，然后她突然中邪，对，可是都不一样的是，我今天这个去调查这个人是专家对，不是那种什么路边捡来的小模这样子，他是专家。那独自一人前往那边过夜的法兰特，他决定想要确认说，这里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进行宗教的仪式来召唤邪神？
然而，当法兰特在午夜的时候来到公墓门口前，他看到了大约有2米高的人在墓地里面徘徊。于是呢，他便悄悄地接近了那个人。结果呢，发现那个人全身都是灰黑色的，而他的眼睛居然长在额头上，嘴里还露出惊人的獠牙。一看到这个画面呢，法兰特就感到非常的害怕，他拔腿就跑，并且在逃跑的过程中，发现那个人似乎在他身后传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而且感觉那个人一直在他后面穷追不舍。最终呢，法兰特跑到了海格特公墓的门口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宁静，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喘息声。他甚至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在做梦，还是有看到幻觉。然而，当他再往回头看墓地里面去的时候，发现刚才那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碰到飘了。对，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应该说比较合理的可能性。是怪物的可能性比较低。但那个时候有拍节目吗？有拍到吗？应该是没有对，应该就是口述这样。他自己讲到的经历。后来呢，法兰特公开了他这段经历，并且向社会征集说有没有人也是在海尔格特公墓里面看到这些灵异的事件。于是呢，就有很多人纷纷写信给这个法兰特说，他们不仅仅在里面看到了鬼魂出没，甚至还看到了一个身形高大、行动速度极快，而且会发出骇人叫声的人形生物。因此呢，人们对这个人形生物的描述跟这个法兰特他当晚所看到的几乎是非常相似的。那更诡异的是呢，在法兰特公开他这段经历的几天之后，海格特公墓周围开始出现许多血液被吸干的动物尸体，而这些动物呢，几乎都是因为脖子被咬断而致死的。吸血鬼。对，那由于这一系列的事件，人们开始对这边感到深深的恐惧，认为说这个海格特公墓里面已经不是只有闹鬼这么简单，里面甚至还可能栖息着吸血鬼。有一些人可能是透过召唤把这些吸血鬼召唤过来的。同时呢，法兰特跟 Manchester 他们一起对这个神秘的人形生物展开了调查。之后，他们也发文表示说，这个人形生物可能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瓦拉吉亚的吸血鬼王，而他生前则是一个当地一个起源自中世纪专门修炼黑魔法的贵族。但由于在这个权力斗争中失势，而整个家族遭到追杀，所以为了能够报仇，他在死后便由手下将他的棺材偷偷运到了英国，并安葬在这个海格特公墓以后，以等待后来的人将他复活。那刚刚有提到一位老妇人，她在海格特公墓里面看到一群身穿黑色长袍的人，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是在召唤他。对，这一切都是有所关联的。那些人说不定是他的后代的手下之类的。对，那到底这个海格特公墓里面真的是不是有这个吸血鬼王的存在？这个传闻就越演越烈。政府为了公众的安全着想，也开始封锁海格特公墓，并且派驻警察在公墓周围看守，严禁任何人的进入，甚至以造谣罪起诉了这个 Manchester 还有法兰特。后来呢，也有许多人试图偷偷溜进这个海格特公墓，想要一睹这个吸血鬼的真面目。但是所有想要偷偷闯入的人都被警察发现并且逮捕。而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看到，1970年8月，法兰特邀曼彻斯特一起再度来到了这个海格特公墓，并且还准备好了十字架跟这个桃木钉，那试图想要抓到这个吸血鬼，来向人们证明说我没有疯，我真的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最终当然是没有抓到这个吸血鬼，他们两个人也遭到了警方的逮捕，并且由法兰特负责的这个英国通灵协会也遭到了查封。而 Manchester 为了自保，突然就反口声称说，我没有看到，就是这个都只是我在恶意炒作而已，突然开始否认了起来。但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警方的介入会让这个事件变得这么的严重？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会不会政府也是在那边有个什么实验场之类的？对，因为那个公墓有很多的那种小房子，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秘密实验在里面，对，然后按下去，然后门就打开，然后就走下去，然后是一个很大的实验场之类的。但也有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真的有的话，搞不好那些警察就会先遇到了。对了，但是我觉得很反常的是，警察被派驻到公墓里面看守这件事情很奇怪。我觉得应该是太多人去那边骚扰了，然后可能真的有人亲人在里面，
就是他们可能有在抗议说，有一堆奇怪的人一直在我家人的墓上面晃来晃去，所以派警察来去管制这些人。我上网有看到他的这个公墓，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一个公墓变成观光胜地，这搞不好是另外一种行销手法，就是要让外地人来其实边。那个 Manchester 跟那个法兰特都是政府暗地里派好的，就是你们就负责炒作，然后我们这里就会有很多人来观光。对，之后你们两个需要否认，然后我们还会查封你的，就根本搞不好也没那个公司，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噱头，然后这样很多人过去那边看，一切都是行销手段，有可能啊。这个解释，因为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些警察也没遇到。那公关公司们学起来。那各位观众呢？你真的觉得有吸血鬼在海格特公墓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部片见，拜拜。